今天这期影片我会告诉你新手 YouTuber 最常犯的20个严重错误，这些错误是导致你在 YouTube 平台上发影片没有人看，频道没有流量的重要原因。你一定要看完这期影片，尽早避免今天说的错误。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在开频道前想太多。我知道有很多人都想做 YouTuber， 但是他们在开始之前都会想非常多的事情，例如说自己要使用什么样的设备去拍摄影片，自己的频道会是什么样的主题，自己要发什么样的内容。其实我认为在你刚开始做 YouTube 频道的时候，你第一重要的任务就是培养你制作影片的技能。你需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在你刚开始频道的前3个月，你经营频道的时候一定不会太顺利，很有可能你发布的影片都没有什么人看，你频道流量非常的少。在这前3个月，你可能不知道你的频道到底需要走哪个方向，你发布的内容到底需要给哪些观众观看，你甚至都不知道你频道的经营策略会是怎么样的。其实这些都没有关系，在你刚开始经营 YouTube 频道的前3个月，你需要尽量多的去做尝试，去做试验，去多发影片。因为当你经历过这3个月新手起步期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到底喜欢用什么样的设备去拍摄影片，你喜欢发哪些主题内容的影片，观众对你的哪些内容更感兴趣。并且当你发了3个月影片之后，你就会发现 YouTube 给你很多的数据，它会告诉你哪些观众对你的影片感兴趣，他们是怎么样发现你的频道的，是通过搜索哪些关键词发现的影片，他们对你的每一部影片感兴趣的程度是怎么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大家在开通频道之前千万不要想太多，先做了再说。因为只有你真正开始做了，你才能够体验到这究竟到底是怎么回事，做 YouTuber 是怎么样的体验，你会知道你到底想要什么。第二个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把频道的主题内容定得太狭窄。我知道有很多在 YouTube 上面非常成功的创作者都会建议新手在刚开始的时候就要确立一个非常清晰的频道主题，这频道主题越精细越好。是的，对于大频道来说，他们吸引到的观众都是感兴趣相同主题话题的影片的，所以当他们越能够发类似话题主题的内容，就越能够保证他们发的每一部影片都能获得不错观看量。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在刚开始频道的时候就把自己的频道主题定得太狭窄太精细，特别是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样主题的内容。当你在一开始的时候把你频道的主题定得太狭窄之后，你就发现在你制作内容的时候，你的选择非常的少，你能够讲的内容就那么多，所以很多时候你感觉你在重复的说内容，这样慢慢的就会让你失去创作的兴趣。我在刚开始做 YouTube 频道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没有想好我到底要做什么样主题的频道，当时我唯一的想法就是我要做一个知识类型的频道，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发了很多话题的内容，像是网络创业、网络赚钱、个人理财、个人成长，还有一些关于 YouTube 频道运营方法的技巧分享等等。在发了一段时间影片之后，我就发现我的频道成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在第1个月的时候就能够达到1000个订阅人数，并且我频道里面 YouTube 频道运营方法分享类的影片也能获得不错的流量。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分享这类型的影片的，所以就开始慢慢的把我频道的针对观众定为了想通过 YouTube 频道在网络上建立起个人品牌的观众。希望能够用我的例子来告诉大家，在开始的时候不要给自己太多局限，可以多去试验，多去制作自己喜欢的内容，并且也能够找到观众也喜欢的内容，这样就能够慢慢发现一个能够让你长期坚持做下去的频道主题内容。如果在开始的时候就把频道主题定为个人成长，那么当我发了一些影片之后，发现观众反馈并不好，影片的流量都很少，说不定我在3个月之后就选择放弃。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去尝试，多去试验，这是找到频道最佳主题的最有效方法。第3个错误就是没有提前计划。大多数人在开始做 YouTube 频道之后都缺乏计划，这里我说的计划其实并不难，就是提前计划好你开频道之后1个月的内容。如果你定下的更新频率是每周更新1部影片，那么其实1个月你就只需要更新4部影片。我希望你可以提前计划好影片的话题，写好影片的脚本，并且能够提前录制完这4部影片，也制作好这4部影片它的缩图。因为我希望你能够提前适应影片发布的节奏，让你能够保证每周更新1部影片，并且能够给你足够的时间去保证你下一部影片能够录制好。如果当你决定开通 YouTube 频道之后，你发了第1部影片，但是发现原来制作 YouTube 影片非常的耗时间，比你想象中要花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精力，这样每周更新影片就会给你带来非常大的压力，所以你就会给自己找非常多的借口拖延更新的进度。这时
是我们在开始做 YouTuber 的时候最需要避免的情况。当你能够提前计划的时候，你就能够有条不紊的去开始准备之后要发的内容，这样就能够避免很多情况发生，拖延你更新的进度。第4个错就是没有优化频道的封面图。我发现有非常多新手 YouTuber 都没有重视频道的封面图，他们都不知道这个频道的封面图它的用处是什么，到底需要展示哪些内容。很多时候我看到一些新手 YouTuber 他们频道的封面图都是一些随意的照片或者一些随意的图案等等。其实你频道封面图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多观众会点击进入的频道去看一下你频道的封面图，因为这频道封面图很多时候是观众对你频道的第一印象，所以你频道封面图需要包含以下这些重要的元素。第一个就是展示出你频道的主题内容，你要通过你频道的封面图去告诉你的观众你这个频道到底会发哪些内容，你需要让观众很快的知道你这个频道具体会讲什么。如果在开始时候你不清楚你的频道具体会讲什么内容也没有关系，你可以把你想要制作的内容都可以放上去。例如说你想做一个健身类的频道，那么你之后想要做的内容就可以是增肌、减脂、饮食、健身心态等等，这样你就能够至少让观众知道，如果他们订阅了你这个频道，他们会看到哪些内容的影片。你可以使用一句话去告诉你的观众你频道的主旨，你需要告诉你的观众你的更新频率，例如说你在每周天下午6点的时候会发布影片，这样10分关注你频道的观众就会记住这个时间点，去期待你每星期新的内容。你也可以放一些你其他社交媒体它的信息，像我的频道我就会放我 IG 的信息，如果大家想关注我最新的动态就可以关注我的 IG。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需要在你频道图里面放入链接，这个链接里面除了放入你社交媒体的链接，你需要提供一些免费资源它的链接，你通过这免费资源就能够收集到更多观众他们的email名单，在此之后你就能够直接联系到这些观众了。例如说在我频道里面我有分享影片上传清单这个免费资源，在我频道的封面图里面有专门的图案会告诉观众点击下方链接就能够免费领取这个影片上传清单，在点开这个链接之后，观众就能够输入他们 email 的信息，这样他们就能够免费获得这个影片上传清单，我也能够获得他们 email 的信息。所以我希望大家在看完这期影片之后都能够去检视一下自己频道的封面图，一定要加入这些重要的元素，从而让更多观众去订阅你的频道。第5个错误就是影片的开头花了太久才进入重点，这是98%的 YouTube 新手都在犯的一个错误，我在新手时期也在犯这个错误。在新手时期我影片的开头通常会在1分钟、1分半钟左右，这个开头含有了很多无用的信息，但现在大家可以注意到我的影片开头非常的短，比如说这期影片它的开头就非常的短，短于30秒。我在影片的开头就直接告诉你，这期影片我会告诉你20个新手 YouTuber 最常犯的严重错误。因为如果你想在 YouTube 平台上成长，你想要让 YouTube 算法给你更多推荐量，就需要让更多不知道你频道的观众能够看到你影片。所以这些新的观众其实他们是并不关心你这个人的，他们只是关心你的这部影片是否能够给他们想要的内容。如果他们是通过 YouTube 搜索去搜索到你影片的，那么他们的目的性是非常强的，他们就是带有问题来的，想要找到解决方法。他们之所以会点击这部影片，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你这个人，而是他们会觉得你的这部影片也有可能会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如果你在影片开头的时候和观众进行寒暄，说了很多自己的事情，那么这些新的观众他们就会认为你在浪费他们的时间，你这部影片并不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就会很快关掉你这部影片。你需要做的就是在影片的开头只说对观众有用的信息，你需要保证在影片开始30秒之后，仍然会有75%以上的观众继续看你的这部影片。你需要让越多的观众能够看完整部影片，这样就能够提高你这部影片它的续看率，也能够增加影片的平均观看时长。YouTube 演算法是非常看重影片的续看率还有平均观看时长的，如果这2项指标都能够不错，那么 YouTube 演算法就会判定这部影片是观众喜欢的影片，是高质量的影片，就会给更多推荐量，去推荐给更多新的观众观看。第6个错误就是在影片的结尾加入了太多行动呼吁。说完了影片开头，我们再来说一下影片的结尾你需要怎么做。YouTube 影片的片尾画面是可以让你加入很多元素的，像你可以加入影片、播放列表、链接、订阅频道按钮等等。那么这么多元素我们都需要加入吗？在我以前的时候，我的片尾画面是有非常多元素的，我会加入2部影片、1个订阅按钮，这样就会让观众面临非常多的选择，并且片尾画面的时间非常的短，在这么短时间内观众是很难做出选择
择的，所以最后他们什么都不会做，就让你失去了让观众继续留在你频道观看更多部影片的机会。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片尾画面里面，我只放入一个元素，就是我只推荐一部影片，并且会在影片的结尾的时候直接强调为什么观众需要看这部影片，看完这部影片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在这个时候，观众只有一个选择，这样就能够更好的帮助观众去做出决定。这个方法非常的有效。在我做出这个改变之前，我频道片尾画面点击率仅仅只有3%，在我做出改变之后，就暴涨到了16%。使用片尾画面，它的好处非常多，能够让观众继续留在你的频道观看更多部影片，并且观众点击观看那部影片，也能获得更多观看量、更多观看时间。如果你的每一部影片都能够这么做，你就能够非常有效的把观众继续留在你的频道，让他们不断的去观看影片，给你带来更多的观看时长。YouTube 是非常重视观众是否能够留在你频道观看更多的影片的。如果 YouTube 发现你的频道很能够吸引观众观看你影片的时间非常的长，那么 YouTube 就会把你的影片推荐给更多观众观看，就会给你频道带来更多流量。第7个错误就是未经授权使用版权的音乐。如果你不太了解 YouTube 这个平台，我需要重点提一下， YouTube 这个平台是非常重视内容版权的，这包括影片内容还有音乐的使用。如果你未经授权使用了他人的版权音乐，仅仅使用10秒钟也会被 YouTube 发现的。有很多新手在刚开始做 YouTube 频道的时候，根本没有了解到音乐版权的重要性，因为自己的频道还没有看到获利，所以就把自己影片加入很多自己喜欢的音乐，就是认为自己喜欢觉得好听就好了。但是当你频道加入了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之后，你就发现以前的这些影片因为没有得到音乐版权的使用，这些影片都是没有办法给你带来收入的。在那个时候你就会非常的后悔。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音乐的使用。如果想要免费的使用版权的音乐，你可以使用 YouTube 自带的音乐库。如果你 YouTube 影片使用这里面的音乐是100%非常安全的。很多新手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使用了这里面的音乐，但是它有缺点，就是它的曲库比较小，并且它的更新比较缓慢，所以你经常会发现到有很多创作者都会使用相同的曲目。如果你有预算想要使用一些更专业的付费的音乐平台，这里我推荐一个平台，也是我自己使用的一个平台，叫 Artlist。Artlist 里面提供了超过22000首的歌曲，并且还有27000多个音响。Artlist 的这库存是每天都在更新的，并且当你付费订阅了 Artlist 之后，你可以无限下载里面的任何资源。还有一个使用 Artlist 非常大的好处就是它的音乐使用权是终身使用的，也就是说如果停止付费了，不成为会员了，我之前下载的音乐使用的音乐还是能够继续安全的使用的，不会收到任何版权的警告。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去使用 Artlist 这个音乐平台，大家可以在下方的描述栏找到 Artlist 的下载链接，使用这个链接你可以额外获得2个月使用的期限，非常的划算。第8个错误就是忽略缩图还有标题。影片的标题还有缩图是能够决定这部影片它的命运的。有很多人认为只要自己影片的内容它的质量好就可以了，但是你是否想过观众是怎么样发现观看你影片的？所以对上面的观众都是首先看到你影片的缩图还有标题，他们觉得比较感兴趣，想要了解更多内容，才会选择点击观看你这部影片的。所以影片的缩图还有标题是影片给观众他们第一印象。现在 YouTube 缩图还有标题是非常重要的，你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思考你这部影片会是什么样的标题，你这部影片它的缩图需要怎么样设计，那缩图和标题都需要能够激发起观众的兴趣点，激发起他们的好奇心，让他们有欲望想要真正的去发现影片的具体内容。举个例子，就像你在 YouTube 上面观看影片，你肯定不是所有展示给你的影片你都会看的，你肯定是首先看到影片的标题还有缩图，它们上面的信息是怎么样的。如果一部影片它的缩图非常的吸引你，就停下来仔细看一下缩图上面信息有什么，并且它的影片标题是怎么样的。如果你感觉到很好奇，并且是你感兴趣的，你才会点击观看这部影片。在你制作缩图的时候，你使用的颜色一定要是明亮干净的，这样才会产生视觉的冲击力。如果你有加入你的人像，你人像的表情尽量夸张一点，这样能够帮助观众和你建立起联系。如果你缩图上面是惊讶的表情，那么他们就会带有疑问，为什么你会惊讶？如果你缩图上面是开心的表情，他们会好奇为什么你会开心，那情绪会非常容易感染到这些观众。你缩图上的文字需要和你的标题进行配合，再一次激发起这些观众他们的好奇心。你的标题需要把最重要
要的、最能够激发起观众情绪的、最能够让他们产生共情性的信息放到最开头。缩图标题是影片给观众的第一印象，并且现在 YouTube 上面影片那么多，你需要给予缩图标题足够的重视，才能够让你的影片脱颖而出，吸引到观众注意力。只有抓住了观众的眼球，你这部影片才会获得观看量。第9个错误就是在拍摄影片的时候没有看向镜头。有很多新手 YouTuber 在刚开始拍摄 YouTube 影片的时候都没有看向手机或者相机的镜头，他们看的都是影像的屏幕，因为他们都想看一下自己在镜头面前是怎么样的状态，展示是怎么样的。但是当你这样拍摄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是没有看向观众的，是看向旁边的，这是会让观众在观看影片的时候会觉得你很奇怪，觉得你和他们没有眼神的交流。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避免这个错误，在你拍摄影片的时候，你的眼睛一定要看向相机的镜头或者手机的镜头，因为这样拍摄出来的影片，观众才会感觉到你在和他们进行眼神的交流，你的眼睛是看向他们的。我知道大家在开始拍摄的时候都会觉得不习惯，但是你一定要不断提醒自己，在拍摄的时候一定要看镜头。在你坚持拍摄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开始慢慢习惯这种拍摄形式。第10个错就是低估了影片拍摄的时间。如果你没有拍摄过 YouTube 影片，你会觉得拍摄一部 YouTube 影片应该不用花很多时间吧？例如说10分钟的影片，半个小时总是够的。其实不是的，对于我来说，如果要拍摄10分钟的影片，我总共需要花费至少1个半小时。如果是新手，你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因为你还不习惯如果在镜头面前说话，你会表现得非常不自然，你会说错很多次，你会发现一句简单的话你都会说错非常多次。所以现在大家在你开始拍摄 YouTube 影片的时候，一定要预留足够的时间。例如说，你可以预留半天的时间去拍摄一部 YouTube 影片，虽然会觉得只需要半小时、1小时的时间，但是在你拍摄影片的过程中，也是会有非常多意外情况发生的。例如说，我第一部 YouTube 影片，它的时长不到5分钟，但是花费了我超过3个小时去录制。所以，当你预留了足够的时间去录制影片的时候，你会更加从容，不会着急去录制完这部影片。第11个错误就是影片的内容不够精简。现在由于短视频的兴起，观众的注意力持续时间是越来越短的，这就要求我们制作的长影片一定要内容简练，只包含有用的信息，去除掉任何无用的信息。因为一旦观众注意到了你的影片开始说了一些无用的话，他们就开始失去耐心，最终会关掉你的影片。我知道很多新手 YouTuber 在刚开始做 YouTube 影片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录制的内容非常的珍惜，不想要删除掉任何的信息，但其实这样会非常严重的影响你影片的表现的。因为 YouTube 是非常重视一个观众是否能够从头到尾看完你这部影片的。如果有很多观众因为看到一些无用的信息而早早的关掉你的影片，那么 YouTube 算法就会判定这部影片是这些观众不喜欢观看的影片，自然的这部影片它的推荐量就会减少，这就会导致你这部影片它的观看量就会很少。在你去除掉你影片的多余信息之后，你就会发现这部影片它的内容非常精简，每一个点都是非常重要的，观众每个信息都能够接着观看，节奏非常紧凑，这样就能够提高影片的续看率还有影片的平均观看时长。这2个指标都是 YouTube 算法非常看重的，自然的你这部影片它的表现就会非常好。第12个错误就是没有制作出观众感兴趣的内容。我每年都会收到很多观众的评论，他们说到自己感觉自己拍摄的影片非常的不错，怎么就是影片没有人看？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观众其实根本不感兴趣你拍摄的影片。你要知道，你拍摄出来的影片并不是给你自己看的，而是给观众看的。你认为有趣的话题、感兴趣的内容，可能观众心里面并不这么认为。如果你只是随便拍一拍就发到 YouTube 平台上，然后期待很多观众会观看到这部影片，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就要求你要深入的去了解你针对的观众，你要去了解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感兴趣什么，他们对什么样的话题会产生好奇，他们需要你提供他们什么价值。你可以去你同领域的频道里面他们的影片评论区去看一下这些观众他们的评论是怎么样的。有很多观众在看完相关的影片之后会留下他们的评论，留下他们的见解，很多时候他们会提出一些疑问，你可以根据这些疑问去提供一些解决方法，或者是你可以看一下同领域频道他们的社区，他们的观众到底在评论一些什么，在讲一些什么样的话题。你可以去加入一些相关论坛，去看一下这些论坛上面的人最近在追踪什么样的热点，在讨论什么样的话题。
你可以加入一些和你频道领域相关的 Facebook 群组，去看一下群里面的成员他们在讨论什么，有什么他们在讨论的，你可以做出影片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提供你的价值。通过这些途径，你才能够真正了解到你的针对观众，他们具体关心什么，想要什么，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得到什么样的帮助。根据这些，你去制作影片才会是他们感兴趣的内容。第13个错误就是不了解平台的运行原理。很多人做 YouTube 频道没有办法成功的原因就是他们根本不了解 YouTube 平台它是怎么运行的。大部分人认为只要把影片做好了，上传到平台上就可以了。但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利用你的时间，给你带来更多的回报，避免你浪费时间去做出一些无用的内容，你应该去了解一下这个平台它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它的演算法是怎么样的，这样就能够很好的避免你辛辛苦苦做出来的影片发布到 YouTube 平台上之后没有人看的情况。你不需要非常精通 YouTube 这个平台，但是你要知道在你影片发布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影片的推荐量为什么都不一样，观众是如何发现你影片的，影片会推荐到哪里，为什么观众在搜索一些关键词之后会出现一些影片，你如何让你影片被观众搜索到，你如何才能够得到更多算法推荐量，从而让更多观众看到你的影片。当你知道 YouTube 这个平台它是怎么运行的之后，演算法会怎么样推荐一部影片之后，你就能够在你制作影片的过程中去特意的优化你影片内容，也会让这部影片获得更多算法推荐。我们做 YouTuber 努力是一方面，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聪明的努力。如果你只是单单的努力，很大程度上只会感动自己，因为我看到了非常多人努力的发影片，努力的制作影片，但是到头来频道还是没有能够成长。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非常重视了解 YouTube 这个平台它怎么运行的。我的频道里面你可以找到非常多关于 YouTube 平台运行原理、YouTube 演算法相关的介绍，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去看一下。第14个错误就是不知道如何阅读 YouTube 的后台数据。和不想了解 YouTube 平台运行原理一样，有非常多人也是不喜欢阅读 YouTube 平台的后台数据的。但是我想告诉你， YouTube 的后台数据非常的重要， YouTube 提供给你非常多的数据让你能够参考，这些数据能够告诉你为什么你频道最近会有这样的表现，为什么你这部影片会有这样的表现。例如说一部影片它会告诉你影片的续看率，它会展示给你一个续看率曲线图，这个图会告诉你观众在哪个时间段离开了你这部影片。如果你发现在影片开始30秒之后，只有 50% 的观众继续观看了这部影片，那么你影片的开头是肯定有问题的。所以你就要去看一下你在影片开头到底说了什么，会导致流失了大量观众。YouTube 的后台也会展示给你这个漏斗图，它会告诉你你的影片到底是怎么获得观看量的。它在开始会得到一些 YouTube 的展示次数，然后会有一定的观众去点击观看这部影片，就会形成展示点击率，这些观看次数也能够带来观看时长，并且加在一起会获得总的观看时长。它会告诉你很多观众的信息，例如说你的观众是来自哪里的，他们分布在哪些年龄段，他们感兴趣其他哪些频道，他们最近看了哪些影片。从这里面你就能够得到很多观众的信息，去发现观众最近的兴趣点。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时不时的去看一下你 YouTube 频道后台数据，因为这些数据都能够给你很多的启发，去帮助你做出频道重要的调整。当你做出这些调整之后，你频道的成长速度就会更快。第15个错误就是没有多元化使用你的内容。YouTube 创作者制作内容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制作的都是长影片内容，这就意味着我们内容里面包含着非常多的价值，非常多的信息。所以对于那些短内容形式的平台，我们可以把我们长内容形式切割成不同的短片，去发布到这些短片的平台。例如说我们可以把我们一部 YouTube 影片它们重点分割开来，每个重点可以把它制作成1分钟以下的短片，然后发布到这些短片平台。有很多新手会把短片内容和长影片内容进行分开录制，其实这样是非常耗费你时间还有精力的。你坚持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非常的疲惫，会让你想要觉得放弃。你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去录制你 YouTube 影片，去准备你影片的内容，那么为什么不多元化的使用这些内容去发布到这些短片平台上呢？现在做的 YouTube Shorts非常的方便，你可以打开你的 YouTube App， 然后在你自己影片下面可以找到一个选项叫制作，这里可以把你自己的影片截取成1分钟以下的 YouTube Shorts。
你可以发布这个 YouTube Shorts， 并且观看你这 YouTube Shorts 的观众也可以点击这个链接去查看你原本的长影片，这样你就能够很好的通过 YouTube 短片去给你的 YouTube 长片带来流量，并且在不久之前 YouTube 的演算法有重要的更新，现在 YouTube Shorts 和 YouTube 长影片它们算法是产生互通的，也就是说如果有观众一直在观看你的 YouTube Shorts， 他们的 YouTube 首页上面也会有机会出现你的 YouTube 长影片。在以前 YouTube Shorts 和 YouTube 长影片它们算法是完全分开的，没有任何联系，所以现在是制作这两种内容形式的最好时机。但在我频道里面也可以找到非常多 YouTube Shorts 制作的方法。第16个错误就是把影片推广给了错误的观众。很多新手 YouTuber 会使用一些推广的方法，像说把影片推广到 Facebook 群组里面，和其他人进行互相订阅、互相观看，来提高影片的关注度等等。这里我想提醒大家，如果你把影片推广给了一些错误的观众，那么继续使用这个方法会很快摧毁你的频道，因为这些错误的观众根本不感兴趣你的内容，他们仅仅是点开观看了30秒钟就关掉了影片，那么YouTube算法就会认为观众不喜欢观这部影片，这部影片它的质量比较差，也就不会想要推荐给更多新的观众了。自然的，你这部影片它的流量就会非常少。如果想把你影片推广给 Facebook 群组里面的人进行观看，一定要推广给一些他们真的感兴趣你影片内容的观众，因为只有这些观众会可能看完你影片，并且当你下一次发布新影片的时候，也有几率会出现在他们 YouTube 首页上，这样也会增加他们点击观看你新影片的可能性。如果想要在一开始的时候让你的家人朋友来帮忙你建立你频道的基础，你可以把你影片分享给他们，其实他们不感兴趣，你可以让他们打开静音，在背景默默放完你的影片，并且也点赞订阅你的频道，这样也是能够在早期去帮助你建立一些积极的数据，去传达给 YouTube 算法，让 YouTube 算法给你频道更多推荐量，同时也帮你找到更多感兴趣你频道的观众。第17个错误就是没有开始收集观众的email名单。我发现有非常多创作者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现在的任何社交媒体，我们都在租借他们的地盘，在上面发布内容。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 YouTube 这个平台能够一直存在，但是我们谁都不能够保证这一点。我们有看过非常多之前的例子，有很多网站平台在当时非常的流行，非常多人使用，但是到现在都已经不存在了。并且如果你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经营社交媒体账户上，就想获得更多流量、更多粉丝，那么一旦你这账户被平台关闭了，或者是被盗了，那么你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就不能够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一个不确定的东西上面，我们需要分担风险。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开始收集观众的email名单。为什么是收集观众email信息而不是其他的信息呢？因为大部分人都会长期使用他们的email，并且email的信息是不会随便修改的。所以一旦你知道了观众的email信息，你就可以不受平台限制、演算法的限制，直接联系到这些观众和他们发信息。如果想进行推广，你可以直接发邮件给这些观众，这种内容形式就像和他们1对1对话一样，和你在 YouTube 上面去发影片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想要开始收集观众的email信息，你可以提供给观众一些免费的资源，这些免费资源能够帮助观众解决某个问题，去达成某个目标。但是观众如果想要得到这个免费资源，就必须输入他们email信息，这样就可以开始慢慢收集到很多观众他们email信息。具体的教程可以去看我的这部影片。收集观众email信息非常重要，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始重视。第18个错误就是和他人比较。大家都喜欢比较，有很多新手 YouTuber 都喜欢和那些频道领域成功的创作者进行比较，这样比较会让他们觉得自己非常差。你当然会有这个感觉，因为你在起点，他们已经跑得很远了。如果你把你的第一部影片和我现在的影片进行相比，你肯定会觉得非常失落，你会觉得自己影片效果为什么这么差？但是你知道吗？我在这频道里面已经发了将近400部影片，这400部影片里面，我每一部影片都在提高，都在学习。所以如果你想和你喜欢的创作者进行比较，你的第一部影片就要和他的第一部影片进行相比，你需要和他们同时期相同的影片进行相比。当然我也不建议大家去进行比较，因为你不知道对方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们付出了多少努力还有时间去完成他们的影片，你只有和自己进行比较是最好的。你要去看看你的这部影片和上部影片是否有不同，是否有提高，你这个月频道的表现和上个月频道的
表现是否有提高。你只有和自己对比，才会知道自己是否有在进步。第16个错误就是没有投资你的频道。想让你的频道越来越好，那是需要不断投资的。例如说，你需要投资你的设备，你需要不断升级的设备。例如说，你现在是使用手机进行拍摄，当你有一定收入之后，你可以考虑一下升级到相机，毕竟相机能够帮助你拍出更高画质的影片。如果你现在使用的是自然光，你可以考虑一下在之后投资一下灯光，因为好的灯光能够快速提升影片的画质。如果想更好的经营 YouTube 频道，你可以投资一下一些课程或咨询等等。有很多观众和我进行了1对1咨询，我都帮他们解决了他们心里面很多的疑问，帮他们找到了频道的重大问题。在咨询之后，他们都能够获得不错的收获，帮助他们提高影片的表现，让他们频道成长更快。如果想提高你影片做的效率，你可以考虑外包给一些人。例如说，你不喜欢剪辑影片，当你有一定收入之后，你可以考虑一下聘请一个剪辑师去帮助你剪辑影片，这样就可以把之前剪辑影片的时间去产出更多内容。或者说，你觉得自己平面设计的能力并不是很好，你可以雇佣一个平面设计师去帮你做出每期影片他们的缩图，这样就能够很好的帮助你提高影片的展示点击率，会非常明显的提高你影片的表现。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不断投资你的频道，这样你频道成长才会更快。第20个错误就是太快放弃。我看到太多的 YouTube 创作者在开始没多久之后就选择放弃，因为他们在发了一些影片之后没有任何的进展，没有任何的回报，觉得说 YouTube 不适合他们就放弃了。之前我们有说到要花3个月的时间去真正了解 YouTube， 去不断的做尝试，去了解具体如何做 YouTube。如果你在这3个月里面，你的更新频率是每周发布1部影片，那么在3个月之后，你只发了12部影片。也就是说，如果你选择放弃了，就在发布12部影片之后选择放弃，这是对于创作来说是非常不应该的。最后想提到一个非常知名的科技博主，他的频道名称是 MKBHD。他现在 YouTube 上面总共有1620万个订阅者，他 YouTube 上面已经非常久了，有将近10年的时间。但是你知道吗？当他发了100部 YouTube 影片的时候，他才获得了70个订阅人数。你觉得你和他相比，你做的够多吗？ YouTube 是非常花时间的，是一场马拉松，需要你不断坚持的跑下去。当你坚持下去了，你就会发现他给你的回报是其他平台比不了的。这平台能够给你带来非常丰厚的收入，可以给你带来非常多的曝光度，可以让世界上的非常多人认识到你，从而给你带来非常多的机会。所以希望大家一定不要轻言说放弃。做 YouTube 肯定是难的，但是难有难的好处，它给你收获也是更大的。希望大家都能够避免今天这期影片所说的20个错误。我知道很多人都跃跃欲试，想要成为 YouTuber， 我想了解零件的素人如何去拍摄 YouTube 影片，如何成为 YouTuber， 可以去看这期影片。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欢迎点赞，并且订阅频道，了解更多 YouTube 相关的内容。我想了解我的最新动态，可以关注 IG。那么下期影片再见，拜拜。